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三个人面面相觑。韩素华双手叉腰，声音尖锐得像刀子：“你要么每月交2.5万，要么就离婚。”宋小梅端坐在沙发上，眼神平静得让人害怕。反正以风儿的条件，随时都能找到听话的妻子。韩素华步步紧逼，韩风站在一旁，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，不知道该帮谁。这个贪婪的婆婆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殊不知危险正在逼近。妈，我知道您当年。小梅的声音轻得像羽毛。韩素华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她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彻底破防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月的黄昏总是来得格外早。宋小梅推开韩家大门的那一刻，脸上还带着升职后的兴奋红晕。她放下手提包，脱下高跟鞋，换上那双已经穿了2年的棉拖鞋。这个动作她已经重复了无数次，但今天格外轻快。峰哥，我回来了。她的声音里藏不住喜悦。韩风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围裙上还沾着水珠。怎么这么高兴？公司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小梅走到丈夫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升职了，产品总监，月薪涨到5万了。”韩风愣了一下，随即激动地抱起妻子：“真的吗？我就知道我老婆最棒了。”这个消息对于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惊喜。韩风在国企做技术员，月薪8000，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的天花板。而小梅的5万月薪，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妈还没回来吗？小梅问道。她去超市买菜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韩风一边盛汤一边说：“等妈回来，我们一起庆祝。”正说着，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，韩素华提着菜篮子走进门。她今天心情不错，还哼着小曲。53岁的她保养得还算不错，退休前在银行工作了30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。妈，您回来了。小梅主动上前接过菜篮子。韩素华点点头。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连空气都不一样了。韩风兴奋地从厨房走出来。妈，告诉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小梅升职了。升职？韩素华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。升什么职位？小梅有些不好意思。就是产品总监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工资涨了多少？韩素华直接问道，丝毫不掩饰她的关心。韩风抢着回答：“涨到5万了。”妈，我们家终于有高收入了。韩素华听到这个数字，心脏重重地跳了几下。5万块钱，这是她退休前工资的2倍多。她努力保持镇定，脸上露出笑容：“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家小梅就是有出息。”这顿晚饭吃得格外丰盛，韩素华还特意开了一瓶红酒庆祝。餐桌上的气氛很好，大家都在为小梅的升职感到高兴。小梅觉得温暖，这种被家人认可的感觉让她内心充满了力量。饭后，韩素华主动收拾碗筷，还夸奖小梅今天气色特别好。这种反常的温柔让小梅有些受宠若惊。她以为婆婆终于开始真正接纳自己了。夜深了，小梅和韩风回到卧室。韩风兴奋地和妻子规划着未来。小梅，现在你收入这么高，我们可以考虑换套大房子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小梅靠在丈夫怀里。我们还可以给爸妈更好的生活条件。对了，你打算给家里多少家用？韩风试探性地问道。小梅想了想，
我觉得15000应该够了吧，毕竟家里开销也不是特别大。韩风点点头，这样挺好的。这一夜，两人都睡得很踏实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第二天是周六，小梅睡到自然醒，起床后发现韩风已经出门跑步了。客厅里传来韩素华看电视的声音，她洗漱完毕，走到客厅，准备和婆婆打招呼。妈，早上好，小梅笑着说。韩素华抬起头，小梅啊，过来坐，妈跟你说几句话。小梅在沙发上坐下，韩素华关掉了电视，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小梅，你现在收入高了，妈心里很高兴。韩素华的语气很温和，你看我们家这些年，房贷压力大，开销也不小，风儿的工资就那么点，根本不够用。小梅点点头，妈，我知道家里不容易，我会多承担一些的。那就好。韩素华满意的笑了笑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妈没看错你，我们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你和风儿努力。小梅主动提出每个月给家里15000块钱作为家用。韩素华听了，表面上没有反对，只是说看你的意思就行，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。15000块钱，这对于他这样的退休老人来说，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但5万减去15000，还剩下35000，这35000块钱，小梅要怎么花你？韩素华开始琢磨这个问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韩素华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她开始在一些小事上挑剔小梅，比如买的菜不够新鲜，做的饭味道不对，回娘家的次数太频繁等等。周二晚上，小梅正在厨房洗碗，韩素华走了进来。小梅，这菜洗得不干净，你看还有泥。韩素华拿起一根青菜说道。小梅仔细看了看，妈，我再洗一遍。算了，我来洗吧。年轻人心思都在工作上，哪有时间管这些家务事？韩素华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讽刺。小梅想要解释，但韩素华已经转身离开了厨房。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让小梅感到困惑，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周三下午，韩素华在小区里遇到了邻居王阿姨。素华，你今天气色不错啊。王阿姨笑着说。还行吧。韩素华故作平淡，我们家最近情况好了一些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喜事吗？王阿姨好奇地问。韩素华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，我儿媳妇升职了，现在月薪5万呢。王阿姨瞪大了眼睛，5万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韩素华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我们家小梅从小就聪明，人也孝顺，现在每个月给家里的钱都快赶上我退休金了。这样的炫耀让王阿姨羡慕不已，她连连夸奖韩素华有福气。韩素华听了心里很受用，她开始享受这种被人羡慕的感觉。周四晚上，小梅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她轻手轻脚地开门，生怕吵醒已经休息的家人。刚换好拖鞋，就听到客厅里传来说话声。妈，您还没睡呢？小梅走进客厅，发现韩素华正在和韩风说话。小梅回来了。韩风起身说道，妈刚才在跟我聊天。韩素华看了小梅一眼，这么晚才回来，工作这么忙吗？是的，今天有个项目要赶进度。小梅解释道。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工作，连家都不顾了。韩素华叹了口气，我们那个时候再忙也要按时下班，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这样的话让小梅感到不舒服，但她没有反驳。她知道婆婆可能是关心她，只是表达方式有些特别。周五的时候，小梅收到了第一笔5万块钱的工资，
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，他内心充满了成就感。这是他靠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钱，每一分都来之不易。按照约定，他给家里赚了15000块钱。韩素华收到转账短信后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周末的时候，小梅回娘家看望父母。她的老家在城郊的一个小村子里，父亲宋大山是个朴实的农民，母亲早逝，他一个人把小梅拉扯大。为了供女儿上大学，宋大山累坏了身体，现在需要长期服药。爸，我升职了，以后可以给您更好的生活了。小梅握着父亲粗糙的手说道。宋大山眼中闪烁着泪花。闺女，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你现在收入高了，可不能忘了照顾自己。小梅给父亲留了5000块钱，还买了一些营养品。虽然钱不多，但对于宋大山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回到婆家后，韩素华的脸色明显不好看。她在韩风面前抱怨小梅不顾家，说自己的母亲比婆婆还重要。风儿，你看看你老婆，现在翅膀硬了，就开始不把这个家当回事了。韩素华一脸委屈地说，她回娘家比回自己家还勤快。韩风听了心里不是滋味。妈，小梅也是关心她爸爸，这很正常啊。正常什么正常？韩素华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现在是我们韩家的人，天天往娘家跑算怎么回事？这样的抱怨韩风听了不止一次，他开始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。晚上回到卧室，他试探性地和小梅谈了谈。小梅，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妈的想法？韩风小心翼翼地说，她年纪大了，就希望家里人能多关心她一点。我哪里不关心她了？小梅感到很委屈。我每天下班回来就做家务，周末也不出去玩，一直陪着她。我知道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韩风叹了口气，我就是觉得你可以少回娘家一些，多陪陪妈。小梅没有再争辩，她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够好。从第2天开始，她更加主动地承担家务，每天下班后都会陪韩素华看电视聊天。1个月过去了，韩素华在邻居中间的地位明显提高了。她经常有意无意地炫耀家里的经济条件，说儿媳妇月薪5万，是高级白领。这样的炫耀让她在邻居中间很有面子，大家都羡慕她有个有出息的儿媳妇。素华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邻居李大姐羡慕地说，现在的年轻人能赚5万块钱的可不多。那是，我们家小梅从小就聪明，人也孝顺。韩素华脸上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。现在每个月给家里的钱都有15000呢。15000，那你们家日子过得真舒坦了。李大姐更加羡慕。还行吧，毕竟是一家人，应该的。韩素华表面上谦虚，心里却很受用。这样的对话让韩素华越来越觉得小梅的收入理所当然地属于这个家。她开始计算小梅每个月的支出，觉得15000块钱实在太少了。5万块钱的工资，除了15000给家里，剩下的35000都是小梅自己花，这让韩素华心里很不平衡。一天晚上，韩素华主动找到了小梅。小梅，妈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韩素华的语气很认真。小梅放下手机，妈，您说。我算了算，咱们家每个月的开销至少要2万多，房贷、生活费、水电费，还有我的药费，风儿的日常花销。韩素华掰着手指头算账，你现在给的15000还是不够用。小梅想了想，那我再多给5000吧，每月2万。韩素华摇摇头，2万还是不够。你想想，你1个月5万，除了自己花的一点，
剩下的都应该是家里的。毕竟你是嫁到我们家的人，赚的钱当然要为这个家考虑。这样的逻辑让小梅感到不舒服。妈，我还要给我爸爸寄钱买药，他身体不好，需要长期治疗。你爸的病关我们家什么事？韩素华的语气突然变得尖锐。你现在是韩家的人，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家的利益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小梅的心。她的父亲为了供她读书，身体累垮了，现在他有能力了，照顾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妈，我不能不管我爸，小梅坚持道。韩素华的脸色沉了下来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愿意多为家里出钱了？不是的，我只是希望能保留照顾父母的费用。小梅努力解释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韩素华起身离开，语气里满含不满。从那天开始，韩素华对小梅的态度越来越冷淡。她经常在韩风面前抱怨小梅不孝顺，说她赚了钱就忘了婆家的恩情。风儿，你看看你老婆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连妈的话都不听了。韩素华一脸委屈地说，我这辈子为这个家操了多少心，到头来还不如他的亲爹重要。韩风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开始觉得妻子确实有些过分。晚上回到卧室，他忍不住和小梅谈起了这件事。小梅，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妈的想法？韩风小心翼翼地说，他年纪大了，就希望家里人能多关心他一点。我哪里不关心他了？小梅感到很委屈。我每天下班回来就做家务，周末也不出去玩，一直陪着他。那钱的事情呢？妈说你不愿意多给家里钱。韩风继续问道。小梅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风哥，我每个月给家里2万块钱，这已经是我收入的40%了。我还要给我爸寄钱，还要留一点自己用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知道你也不容易。韩风叹了口气，我就是希望咱们家能和睦一些，你多让着妈一点。这样的对话让小梅感到心寒。她开始觉得在这个家里，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从来都不重要，大家只关心她能为这个家贡献多少钱，而不在乎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。5月的某个周末，小梅又要回娘家看父亲。她刚换好衣服准备出门，韩素华拦住了她。你3天2头往娘家跑什么？韩素华的语气很不客气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现在是韩家的人。妈，我爸身体不好，我去看看他有什么不对吗？小梅努力保持冷静。不对倒不至于，就是频率太高了。韩素华冷笑道，1个月去3、4次，比回自己家还勤快。小梅感到很无奈。妈，我1个月最多去2次，而且每次都不超过半天，那也太多了。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多陪陪我们，多为这个家做点贡献。韩素华步步紧逼。我为这个家做的还不够多吗？小梅终于忍不住了。我每个月给家里2万块钱，几乎包了所有的家务，我还要怎么做？钱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。韩素华摆摆手，我现在就是希望你能把心思放在这个家上，而不是老想着娘家。这次争吵以小梅的妥协结束，她取消了回娘家的计划，心里的委屈和不满像乌云一样压在她的心头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6月的一个晚上，韩素华的情绪彻底爆发了。那天小梅下班比较晚，回到家时发现客厅里气氛不对。韩素华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阴沉，韩风站在一旁，显得很紧张。小梅回来了。韩风勉强笑了笑。妈，怎么了？小梅放下包问道。韩素华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花。小梅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月薪5万，每个月给家里2万，
剩下的3万都干什么了？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，小梅愣了一下。剩下的钱我自己用啊，还要给我爸寄钱，自己用，用在哪里了？韩素华追问道。买衣服还是化妆品，还是存起来了？小梅觉得这样的质问很奇怪。妈，这是我自己的钱，我有权决定怎么花。你自己的钱？韩素华冷笑道。你忘了你是谁的媳妇了吗？你赚的钱就是这个家的钱，凭什么说是你自己的？这样的逻辑让小梅感到愤怒。妈，您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我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开销，这很正常。正常什么正常？韩素华站了起来。我们家培养了风儿，风儿娶了你，你的收入就是韩家的收入。你现在给家里2万块钱，根本不够。那您觉得应该给多少？小梅强忍着怒火问道。至少2万5，最好3万。韩素华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。你一个人能花多少钱？剩下的钱放在你那里干什么？小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妈，您是认真的吗？3万块钱，那我自己还怎么生活？你自己能花多少钱？吃住都在家里，衣服也不用买太多，一个月1万块钱足够了。韩素华理所当然地说道。小梅看向丈夫，希望他能为自己说句话。韩风低着头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半天没有开口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啊！小梅有些急了。韩风抬起头，眼神闪烁着。小梅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毕竟妈说的也有道理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小梅彻底寒了心。她没想到在这种时候，丈夫竟然不站在自己这边。我还要给我爸寄钱。小梅最后挣扎道。你爸的病关我们家什么事？韩素华重复着之前说过的话。你现在是韩家的人，赚的钱当然要为韩家考虑。小梅感到绝望，她发现自己在这个家里完全没有地位，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得到理解和支持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小梅努力保持冷静。考虑什么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韩素华的语气越来越强硬。你要么答应，要么就离婚。反正以风儿的条件，随时都能找到听话的妻子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小梅，她站起身来，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花。妈，您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威胁？我这是在跟你讲道理。韩素华也站了起来。你自己想清楚，是要这个家，还是要那些不相干的钱？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3个人面面相觑，气氛剑拔弩张。韩风坐在一旁，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小梅沉默了很久，心中翻江倒海。她想起了刚结婚时的美好憧憬，想起了2年来在这个家里的点点滴滴。她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到头来却被当作赚钱的工具。小梅深吸一口气，接下来的一句话让韩素华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她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韩风也愣住了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妻子。妈，我知道您当年贪污银行的钱。小梅的声音轻得像羽毛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小梅想起了一件事。3个月前，她的前同事张文来找她吃饭。张文现在在银行工作，两人聊天时无意中提到了一些往事。对了，小梅，你婆婆是不是叫韩素华？以前在我们银行工作过。张文突然问道。是啊，她退休前确实在银行工作。怎么了？小梅好奇地问。张文犹豫了一下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，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也罢。当时小梅没有深究，但张文的表情让她觉得有些奇怪。
后来他试探性地问了几次，张文才透露了一些内情。原来韩素华在银行工作的最后几年，曾经挪用过客户资金去炒股，虽然数额不大，而且后来补上了，但这件事在银行内部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如果不是他工作年限长，人际关系好，早就被开除了。小梅当时听了很震惊，但她没有声张，她觉得那是婆婆的隐私，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起。她以为这个秘密会永远埋在心里，没想到今天会派上用场。你说什么？韩素华的声音颤抖着。小梅平静地看着婆婆，我的前同事张文在银行工作，他告诉我您当年挪用客户资金炒股的事情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你后来也补上了，但档案还在。韩素华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她想要否认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那件事确实是她心中永远的秘密，她以为无人知晓，没想到小梅竟然知道。你想干什么？韩素华结结巴巴地问道。我什么都不想干。小梅的声音依然平静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从来没想过用这件事威胁您。我今天说出来，是想告诉您，我对这个家的感情是真心的，否则我早就……韩素华惊恐地看着小梅，以为她要威胁自己。我辞职了。小梅平静地说道。昨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，我准备回老家照顾我爸。您如果觉得我不配这个家，那我成全您。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韩风瞪大了眼睛。小梅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辞职了。小梅重复道。我爸的病情恶化了，医生说需要人全天候照顾。我本想和你们商量，但看到你们的态度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了。韩素华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失去高收入的儿媳意味着什么？不仅没有了经济来源，还可能面临秘密被泄露的风险。小梅，你别冲动。韩风急忙说道。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。小梅苦笑道。我在这个家2年了，什么时候有人和我商量过？你们只会算计我能给家里多少钱，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。小梅走向卧室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韩风跟在后面，不断的道歉和挽留，但小梅的心已经死了。峰哥，这2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的真心，但我得到了什么？小梅一边收拾一边说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，我的尊严和需要从来都不重要。韩风想要解释，但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这2年来，他确实忽略了妻子的感受，一味地偏向母亲。小梅，你不能走。韩风抓住妻子的手，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困难应该一起面对。夫妻？小梅挣脱了丈夫的手。刚才你站在哪一边来着？你觉得我们还是夫妻吗？韩风无言以对，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表现让妻子彻底失望了。半小时后，小梅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韩家的大门，她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。客厅里，韩素华坐在沙发上，脸色依然苍白。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不仅失去了高收入的儿媳，还要担心秘密被泄露的风险。韩风站在窗前，看着妻子远去的身影，他想要追上去，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他知道这一次真的失去她了。夜色降临，韩家的客厅里只剩下一盏昏黄的灯。韩素华仍然坐在沙发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。他想起了小梅刚进门时的青涩模样，想起了他为这个家做的所有努力。贪婪让他失去了理智，也失去了一个真心对待这个家的好儿媳。韩风回到空荡荡的卧室，
看着妻子留下的一些小物件，他拿起手机想要给小梅打电话，但拨了几次都没有勇气按下去。他知道有些错误一旦犯下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韩素华破天荒地早起做了早饭，她想要挽回什么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韩风坐在餐桌前，面对着丰盛的早餐，却毫无食欲。风儿，要不你去找小梅，把她劝回来。韩素华试探性地说道。韩风抬起头，眼中满含痛苦。妈，您觉得她还会回来吗？韩素华沉默了，她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了，但她更担心小梅会不会把那个秘密说出去。这种担忧像毒蛇一样噬咬着她的心脏，让她夜不能寐。1周后，韩风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小梅起诉离婚，理由是感情破裂。看着法律文书上冰冷的文字，韩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。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，韩风多次尝试联系小梅，但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他去过她的公司，但被告知她已经辞职了。他甚至去过她的娘家，但宋大山只是冷冷地说：“我女儿不想见你。”离婚的过程很顺利，财产分割也很简单。小梅没有要求任何赔偿，只是要回了自己的嫁妆和个人物品。她表现得很平静，仿佛在处理一桩普通的业务。小梅，我们真的不能再试试吗？在法院门口，韩风做最后的挽留。小梅摇摇头：“风哥，有些伤害是无法愈合的，我们都好好生活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。韩风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。回到家里，韩素华正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看到儿子回来，他急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？离婚了？”韩风简单的说道。韩素华的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她觉得松了一口气，不用再担心那个秘密的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她又感到后悔，失去了一个高收入的儿媳。从那以后，韩家的生活回到了从前的样子。韩风的8000块钱工资要承担所有的家庭开销，生活变得拮据起来。韩素华开始怀念小梅在的日子，但一切都无法重来了。2个月后，韩风听说小梅在老家开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，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互联网解决方案。凭借她在大公司积累的经验和人脉，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。3个月后，有邻居告诉韩素华，看到小梅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起出现在医院里。那个男人应该是医生，两人看起来很亲密。半年后，韩风收到了小梅的结婚邀请函，新郎确实是一名医生，比小梅大3岁，是当地医院的副主任医师。看着邀请函上两人幸福的合影，韩风的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没有去参加婚礼，而是一个人在家里喝了一夜的酒。他想起了和小梅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想起了他对这个家的付出和忍让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他一定会站在妻子那边，保护她不受任何委屈。邻居们偶尔会问起小梅的近况，韩素华总是含糊其辞，她不敢说实话，怕别人知道是她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把好儿媳给逼走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韩素华经常会想起小梅，她想起小梅第一次进门时的紧张和拘谨，想起她为了融入这个家庭所做的努力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她一定不会那么贪心。韩风也经常想起前妻，他想起她升职时的兴奋，想起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想起她对这个家的真心付出。他明白自己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，失去了这辈子最爱的女人。1年后，
韩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再次见到了小梅，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她的身边站着那个医生丈夫，两人看起来非常恩爱。峰哥，小梅主动和他打招呼，脸上没有任何怨恨。小梅，你看起来气色很好。韩风努力保持平静。谢谢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小梅笑着说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简单的几句话后，小梅就和丈夫离开了。韩风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遗憾和痛苦。他知道他已经彻底属于别人了。春去秋来，韩家的生活继续着，只是少了小梅的身影，这个家变得冷清了许多。韩素华不再在邻居面前炫耀什么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。有时候他会想，如果当初不那么贪心，如果能够真心对待小梅，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但世上没有如果，有些错误一旦犯下，就要承担一辈子的后果。韩风至今未再娶，他说再也找不到像小梅那样好的女人了。韩素华偶尔会劝他重新开始，但韩风总是摇头拒绝。他知道，有些人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2年后的一个春天，韩风在街上偶遇了宋大山。老人看起来精神不错，脸色红润，身体明显好了很多。大伯，您身体怎么样？韩风主动上前问候。宋大山看到他，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礼貌地回应，还好，多亏了小梅的照顾。小梅现在怎么样？韩风忍不住问道。她很好，生意做得不错，人也幸福。宋大山说道。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不再是从前那个受委屈的小媳妇了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韩风的心，他知道宋大山是在暗示什么，但他无法反驳。大伯，当年的事情，韩风想要道歉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宋大山打断了他的话，现在大家都有了新的生活，没必要再提往事。说完，宋大山转身离开了。韩风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愧疚和遗憾。回到家里，韩风把这次偶遇告诉了母亲。韩素华听了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。妈，您后悔吗？韩风突然问道。韩素华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世上没有后悔药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贪心不足往往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。韩素华因为贪婪失去了一个好儿媳，韩风因为软弱失去了最爱的妻子，而小梅，她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摆脱了不幸的婚姻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。如今，小梅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女企业家，她的公司越做越大，不仅帮助了许多中小企业，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她和医生丈夫恩爱有加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韩风和韩素华依然住在那套老房子里，过着平淡而拮据的生活。他们经常会想起小梅，想起那段本可以幸福却被贪婪和软弱毁掉的日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